又是一个垫背的侧踹。这个女版李小龙啊，这是。中国散打一姐穿200斤铁鞋，苦练腿法，一脚下去直接踢断对手6根肋骨，疼得老外撕心裂肺，连裁判都表示这就是女版李小龙。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注意看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号称有着散打一姐之称的鄂美蝶。在我们中国的女子散打界，鄂美蝶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而且她获得过的成就，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多到数不过来。您听好了，2008年、2009年中国全国散打锦标赛女子冠军，2008年世界杯武术散打锦标赛冠军，2012年广州亚运会散打比赛女子冠军，鄂美蝶。好，我们再注意看接下来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罗马尼亚的拳坛悍将科利纳。观众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外都非常的奔放非常的开放，而这个科利纳他也玩了把大的他表示本场比赛如果打输了，当场脱一个光溜溜当场裸奔，就问我们中国选手答不答应。但是他没有想到鄂美蝶答应的非常痛快但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么的奔放，而是我们有十足的信心能够拿下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我们注意看，红方是鄂美蝶，而蓝方则是科利纳。好，两人刚一上来便打起了肉搏战。哇，很难想象这是女子，很难想象这是女子擂台的比赛两个人都玩真的。后手打晃了，高鞭腿，哇，上步侧踹，这是属于我们中国散打里的招式。老外只能是看得见，但他防不住鄂美蝶是中国的散打冠军，所以他的侧踹腿是他的主要的攻击武器连续侧踹。没有做功课，他不知道中国这位鄂美蝶是这个侧踹的高手。前腿膝都可以不允许主动的射，但是接腿摔可以。不过感觉好像是滑倒。这个侧踹腿是中国散打一姐果然是名不虚传观众朋友们鄂美蝶的侧踹腿真是又快又准，根本防不住好，我们看这个科利纳被打的是栽栽愣愣，但别说他的这个韧劲儿还真挺强。我其实倒是不担心他被打倒，我倒是担心他这个衣服会不会被鄂美蝶的这个打掉或者打飞因为你注意看，他穿的是一个非常凉快的一个上衣，估计是为了一会儿打出比赛之后这个穿脱方便一点。太危险了，你看这个肩带都是非常细的那一种。目前他在我温克兰是比就在摆球有时候会打到后面，可以看一下。力度没有完全发挥，对不对？就是比较用脚去打到，不用这个对力没有发挥，对，要上膝，因为这个头部没有压好，让这个南方选手，他是鄂美蝶的侧面的。好，这边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我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我觉得照这么打下去，这么激烈的战况迟早的事儿。看科利纳的教练也相当漂亮了。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女性别说这脸蛋的确都不赖。在第一回合，我们见识到了散打一姐鄂美蝶的实力这个称号不是虚的，也不是白叫的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两个人第二回合的表现，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好，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鄂美蝶上周打完以后重新练习而且鄂美蝶的组合都配合她的一个出身，上头了这个上头，这个变化非常好。好，鄂美蝶很善于这个侧转加旋转，可以这样。好，和我们的鄂美蝶比起来的话，这个科利纳她的进攻方式和手段是相当的单一了。
包括我们看他的出拳质量啊，这个看起来就没什么劲儿啊。鄂美蝶这边呢，我们看这个出拳是光是看着屏幕啊，都能感觉到是充满了爆发力的啊。在观察科丽娜，感觉好像喝多了在上台，喵喵拳法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啊。因为鄂美蝶有这个侧踹，所以这个科丽娜。这个可以应该连续组合，刚才打到一拳以后就接着打下一拳。虽然说科丽娜现在整个局面啊，在分数上处于下风，但是她却越战越勇啊，越挫越狠。甚至是不断的在满场追着鄂美蝶来打，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好，还在不断的缓步前压，第一回合最后的40秒钟。但是他的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啊，打到角落正蹬，连续的3记后手大摆拳，左右开弓。虽然是拳击冠军了，但是在这个鄂美蝶的面前呢，似乎有点没有招架之力。他的拳击用他的手臂也轻轻推动，没有把心血进去，但他跟手臂是推拳。好，这边第2回合比赛结束啊，鄂美蝶的表现依旧是无可挑剔，但是确实没有第1回合那么凶了。这很明显啊，是鄂美蝶在刻意的保存自己的体能啊，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科丽娜皮糙肉厚打不动啊，所以说鄂美蝶是有意控制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啊，把那比赛的体能啊分配到最后一个回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最后一个回合绝对是今天最猛的一个回合。好，第3局比赛开始了，红方是中国的鄂美蝶，蓝方是罗马尼亚的。在鄂美蝶靠这个侧踹，还有他用身体力量的一个全力组合，已经重创的可以。好，每一下都伴随着他的叫声。果不其然，鄂美蝶在最后一个回合真的火力全开了，但是有一点啊，我们拼拳好像还真是占不到什么太大的便宜。因为对方的拳法也不弱，这个明白说做功课，因为他知道这位选手，想了一下，看过了，研究过了，其实鄂美蝶找了一个对。但是这位选手呢，看起来没有做过功课，没有去找鄂美蝶的视频，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打了。鄂美蝶真是把我们中国的散打里的侧踹啊玩出花来了啊，进可攻，退可守。现在我们看鄂美蝶就是一个以防守为主的一个侧踹的方式，踢对方的腿啊，是哎呦，你看上一秒踢腿，下一秒踢头，你根本不知道防哪儿啊。有的时候还会踢肚子啊，上中下攻对方3路。接着可以吸攻，也吃下来了。但话讲回来呢，中国的这个散打运动员在吸的比较少，对，无论用还有吸的很少，分不分的，所以有时候对泰拳好的时候，在吸上吃亏，有的时候。那还好，就是自由搏击规则没有整。对。好，重拳啊，这个身体体非常的重。当选手虽然采取主动。好，比赛马上结束，最后的30秒钟了。我感觉鄂美蝶的体能下滑呢，还是较为明显的。但这个科丽娜怎么越打越兴奋呢？感觉她和比赛一开始的状态没什么区别，在这蹦蹦跳跳的。其实是这个原因啊，是科丽娜在打这场比赛之前的所有比赛都是6到8个回合的比赛啊，拳击比赛。所以说这种3回合的比赛，她是可以很轻松的打完。好，比赛结束了，应该说赢得了比赛。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但是比赛的结果没有产生 KO 啊，有点可惜。但是最终的结果打分应该是没有悬念。结果后方上 ，and the winner is our fighter 鄂美典。你过来呀！我听说少林寺的铁头功很硬，但是我认为我的拳头会更硬。明天我会3拳打爆少林武僧的狗头，证明我的实力。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真正的少林武僧杀入到日本的一场精彩对局。由于近2年日本人实在是越来越猖獗啊，大张旗鼓地表示说日本武术是天下第一啊，是中国武术的老祖宗。观众朋友们，我们经常听说啊，这个孙子像爷爷，但头回听说啊，这个爷爷像孙子啊。哈哈。好，注意看眼前的选手，他个子不高，长得也不是很壮，他就是年近50岁的俗家武僧玄铁。而眼前的小子便是日本的名户人质，他非常的年轻，才24岁啊，非常年轻。想必赛前你也看到了，这个小日本子啊，对我们中国武术、我们的少林功夫啊提出了质疑。并称自己的拳法可以3拳打穿少林铁头功啊！你没有听错，哈哈！哇，敢挑战铁头功，你还头一个！哦，注意看我们的武僧玄铁，还真不做防守啊！为何叫玄铁啊？因为他的抗击打能力很强啊！金钟罩、铁布衫还有铁头功，他练的是炉火纯青，巅峰造极。所以说我们看呢，他在打拳的过程当中啊，双手放得很低。中门大开，任对方随便打。我们看武僧玄铁，他的确是稳度十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反观看这个小日本子啊，则是毛手毛脚。现在对手已经慌了，因为他发现呢多次的有效进攻啊根本没效果啊，根本打不动。赛前牛皮吹得很响，但是现在我们看啊，我们少林武僧呢把脑袋露给他，他都不敢打。好，连吃对手3拳，但是毫无反应。实际上，我们真正的少林功夫啊，都是这么厉害啊！只不过近2年有些假和尚，比如说什么一虫啊、一猫一狗，在国际擂台上坏了少林功夫的名声。要不然啊，我们少林功夫在前些年20年前那是享誉世界，很多老外也会来中国来学习。哦，爆杆拳！哦呦，不止抗击打能力强，拳法也不错。一次读秒送给这个小日本子名户人质。对方搞了一个地垄沟发型啊，搞了4个垄沟。他是要干什么？是要在脑袋上种土豆吗？还是种地瓜？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您觉得这位武僧玄铁的表现如何呢？已经50岁了，我觉得虽然说身体上来看啊，不是那么协调，不是那么快哦，但是抗击打能力和这个距离把控啊，还是一流的。你没有看错啊，这都是日本的美女。哦，发现这个日本女性比男性要高啊，观众朋友们。好，比赛来到第2回合，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啊，他敢只身一人啊来到日本来切磋啊，来弘扬中国武术啊。说句实话，我是非常佩服他的。玄铁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叱咤风云、横扫武林的狠角色。
所以说呢，他也是胆子比较大啊，胆大心细。哦，又是爆杆拳，连续的爆杆让这个小日本子腹部啊已经有些发紫了。武藤玄铁被对手逼在了角落，哦，随便打。这个小日本子拳速的确不慢，但是准头的确是不强。赛前他表示可以3拳打穿少林的铁头功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呢，我觉得给他300拳啊，他都未必能击倒我们。好，这下没关系啊，这只是普通的一个滑倒。好，注意看时间，第一回合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对手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高鞭腿啊，白白的浪费体能。哦，而且我们看他的大腿啊，已经是他的左腿已经是像个大茄子一样肿了。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2回合的对决已经让这个小日本子名不人知啊，怀疑人生了。赛前牛皮吹得响当当，那么现实给了他一个重重的一个大巴掌啊，一个大逼兜。现在的确日本人总说呀自己是什么什么天下第一，而韩国人啊都喜欢说什么什么是自己的原创自己发明的。这两个国家都是人才啊，都挺有意思的。好，最后一个回合，看一下武藤玄铁能否拿下这场对局。实际上持久战对于武藤玄铁来讲呢是非常的不利。那无论怎么说，当年有多么厉害啊，如今就50岁了，跟一个20岁的小伙子打，所以说呢吃亏啊，和持久战肯定是要吃亏的。哦呦，什么情况？哇哦！观众朋友们注意看，日本选手小鬼子，哎呦，这个鼻孔怎么红了？一脸的狼狈，和赛前吹牛的那个小子啊，这是一个人吗？好，最后1分半的时间，我们看武藤玄铁连续，哦，我们看左手都已经不打起来了。哦，这个左手是不是受伤了呀？哦，武藤玄铁示意对手随便打。哦呦，再打！哦，硬扛3拳。你不是嚣张说3拳打爆我的脑袋吗？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刚刚是真的给到对方一个机会了。结束了，看情况应该是起不来了，一个后手中炮，哇，太精彩了！好，观众朋友们，这场少林武术大战日本功夫的比赛终于迎来了结局，让我们恭喜这位少林武僧玄铁啊，不愧是少林寺真正的武僧，50岁依旧非常强劲。好，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今放送席、現在のクラッシュのチャンピオン、佐々木大蔵選手が背筋をピッとしてモニターを見つめております。今までで一番背筋伸びてますよ、今。必须没有动作，怎么能没动作呢？哦，没有动作，眉头也被打开了。注意看，张伟丽以第2酿下擂台血案，骑着来华踢馆的巴西姐妹花疯狂暴打，一个9秒30肘当场暴打毁容。
而另一个则乱拳打碎后脑，当场跪地不起。究竟这对巴西姐妹花做了什么，让张伟丽如此的愤怒，才能下此狠手？听我给您娓娓道来。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首先出场的这名选手，我们看他面带笑容，打着招呼啊，好像是领导来视察来了。没有错，她就是这一次来中国踢馆的巴西姐妹花的妹妹西蒙娜·杜尔特。没有错，本次来华她就是奔着挑战张伟丽来的啊，而且赛前也很猖獗呀。她表示说呢，说我们中国拳击就像中国足球一样不堪一击。还说巴西从来就不缺踢球踢得好的人，但是就缺一颗好球。他打算要把张伟丽的脑袋带回巴西当球踢。好，观众朋友们，他把张伟丽的脑袋当球踢，好，非常的猖獗。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中方选手张伟丽。身披红色战袍，非常的潇洒，非常的帅气。我觉得张伟丽本场比赛完全可以把他的眼球给他打出来然后我们当乒乓球打。那我们中国的乒乓球那是打遍世界无敌手我们从来不拿出来炫耀，而巴西人总拿出来炫耀的确很讨厌。好，我们直接把比赛转移到现场，来看下双方选手今天这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千万不要错过喜欢张伟丽的请多多点赞。好，来看一下白色拳套红方选手张伟丽，黑色拳套白色背心就是西蒙娜·杜尔特这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而张伟丽则是一个泰拳混合散打再混合中国武术。而且他的臂展确实要长一些那个很长。哇，张伟丽这个思路的低扫。哎呦，这个低扫有效果一个后手换一个低扫。对。哎呦，对方的拳很好，一定要很好，挺好对方的拳。虽然说对方的西蒙娜·杜尔特在臂展上是有优势，但是在拼拳上，我们看张伟丽是完全不惧怕对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张伟丽还有一手摔跤和地面，我们暂时还没有用呢。对，越过这个打拳的中距离去。后手拳直接出的也很好。小心一个前手不够。顶膝，张伟丽的顶漂亮。进入到地面会对张伟丽比较有利对，进入到地面，对方我看一看对方的地面情况怎么样。危险了，危险了！还在有动作，走击。张伟丽抓住机会之后这是他的绝对优势的位置。我感觉张伟丽刚才因为那几个拳这打出火气来了。对，没错。好，张伟丽在拿到上位之后，我们看可以说是让对方毫无退路可讲。好，这是个绝对的起撑位。好，又开始考验张伟丽的骑马技术了。但是今天对方我看起来很泼辣这是个小野马。肘击。刚对方那个起桥有效果了对，夹住这个用龙鞭借力。转移的很快好，拿后背，两腿插进去了。首先绝对记下来，别着急，用腿先把他的好，张伟丽在拿到对方的后背之后，我们看开始了新的一轮的砸击。好的，一拳又一拳，猛砸。好的，哎呦，结束了本场比赛一个回合但张伟丽也流了一点点鼻血，但不多本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对方说要把我们的脑袋当球踢，而张伟今天把对方的我感觉眼珠子都快打出来了非常精彩。好，观众朋友们，那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更为精彩，因为张伟丽的对手的实力非常的强劲，他就是眼前的玛利亚·桑托斯。好，这个家伙跟上一个选手都是来自于巴西，双方被称为巴西的拳坛姐妹花。两名选手的话可以说是都很强劲，都是拳法高手。上一场比赛张伟丽是很聪明用地面战结束了比赛，而这场比赛这个玛利亚·桑托斯是来复仇的。他的胳膊更长他的体重更重。体重的话是比张伟丽大了20多磅，而他的臂展更是比张伟丽长了15公分。好，你可以很明显肉眼看到这个家伙的胳膊又黑又长。张伟丽，哎呦，小心！这个拳的攻击范围是很大对。
要注意对手打迎击这个。哎呦，你看，同时出拳的话，对方是先能打着啊。对。对，张伟丽多尝试一下踢前腿内侧，哎，对，这样还能控制距离。虽然说本场比赛双方选手的身形差距呢非常的大，但是对张伟丽来讲呢也是见怪不怪了啊。因为我们经常打一些个老外，基本上啊，尤其是欧美那边都比张伟丽要高要壮。啊，漂亮！哎呦，小心！啊，这是接到腿以后一个带劲儿的摔，确实是很长啊。哎呦，你看这手长脚长啊，很明显啊。张伟丽不要跟对方换拳手，没有意义。好漂亮！目前来看，张伟丽在拼拳上的确是有点吃亏啊，因为臂展上差距太大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张伟丽还是有地面有摔跤，但不过这场比赛不能够轻易的进入到地面，因为你在冲过去的过程当中啊，难免受吃拳的。一般来讲迎击拳很重。好，你看，张伟丽要注意防守，不要上头。有点打上头了啊，有点不服对方的这个拳法。攻的时候前手掉的有点低。啊，真是这个臂展有很大优势。对。我觉得张伟丽还是尽量前腿内侧，对方的前腿内侧多踢。对。对方的拳发力也很整。对。要不说这两个女子选手打出了男子比赛那种味道啊。对，拿好防御啊，防御一定要拿好。出腿的时候啊，手要抬高。好，连续扫踢，张伟丽已经开始从腿法上找机会了。而这场比赛看起来还是很揪心呐，时刻，要小心，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对方的大摆拳。哎呦，注意，小心啊，很实。这手臂实在是太长了，对，张伟丽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因为他在判断对手，他还要想到自己的反击。对，双方在这个整个的长度上有差距的时候，漂亮，进入到这个位置。好，相较于上一场比赛来讲呢，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张伟丽的确是有点吃力啊。上一场胳膊也很长，但是没有这么长，而且这场比赛对方的体重啊要比我重20多磅，包括对方啊今天也是来复仇的啊，他人送外号黑寡妇，他也说了啊，要让张伟丽血债血偿。好，注意，小心！这个拳真好啊！对啊，把自己这个身材的这种优势完全给打出来了。我们看这个桑托的腿上这个小动作也有啊，一直吃地扫，稍微一扭膝盖。对。第一局还有10秒钟。注意，对方这后手啊！小心！第一次的明显的重击啊！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打得非常的惊险。张伟丽险些被对方给 KO， 尤其在最后的5秒钟啊，险些被对方 KO 了。好，这个玛利亚桑托斯他在占据着身高和臂展的优势情况下，对张伟丽发起了一番又一番的猛攻。我们看张伟丽的鼻血已经流出来了。这种情况不多见，而且连续2次被击倒，是张伟丽在综合格斗生涯当中头一回。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看一下张伟丽能否扭转乾坤，完成胜利。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要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如果纯打站立击打的话，要把距离再缩短一点。对，因为你这个距离正好是在对方出拳的距离的话，你往后躲，你觉得你是安全距离，确实不安全，对，这就很可怕。你看这个前手刺拳太长了，对，而且对方往前送腰的动作送的也很标准。进去，不要用面对打他。好，比赛第2回合，张伟丽一直在听从场边这个教练的建议让他往里去冲。好，我们看张伟丽，哇哦，这个属于硬冲进来的。好，看一下双方的龙边对局，我觉得张伟丽完全可以尝试一下把比赛拖到地面。好，找机会，先把这个中心先稳住。好的，拿到，什么情况？哦呦，这个裁判，哎呦，好不容易打到内围被裁判拉开了。这个的确是让人非常的不理解。好，看看有没有肘，张伟丽也比较愿意用肘地面的锤击，在地面了。看看这个桑托斯双手弹得很紧，对，注意好，我们看来到地面之后的张伟丽呢是如鱼得水，到了他所擅长的领域了，而且他的压制力十足。对方的长臂斩在地面战上是发挥不出优势。好，对方想走，但张伟丽我觉得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压进去，腿甩开。张伟丽现在这个鼻血对，对自己影响很大，影响呼吸可能会。小心对方现在手进去拿到颈部，双手还搭了扣。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对，压头，找机会抽腿。对，右手用肘，肘击，腿抽出来了。侧面，对。好看，拿的好，好漂亮，骑上去了。对，锤击，连续的锤击，肘击，砸击，肘尖砸得很深了。这继续，这没有动作，怎么能没动作了呢？没有动作，好，各位喜欢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我们看台下的观众很兴奋，我相信屏幕前的您也很兴奋因为本场比赛张伟丽打得太精彩，打得太漂亮了也是仅用了2回合的时间。虽然说第1回合打得很艰难，但是最终呢完成了逆转，将这个巴西姐妹花2个横行霸道的家伙霸气 KO。好，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那么刚子在这里的话有种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